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状态，明明没有真的倒下，可是你已经不想再说话，明明事情还没结束，可是你的心已经累到没有力气再解释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你真的太久没有停下来了。韦特塔罗牌里的宝剑四讲的就是这种时刻，它不是失败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一张提醒你，有些人生问题不是靠硬撑解决，而是要先让自己安静下来。画面中，一个人躺在像教堂墓室的石棺上，双手合十，像是在祈祷，也像是在沉思。这个姿势很重要，因为他不是被击倒在地，而是自己选择躺下。他的身体安静，眼睛闭上，外面的世界暂时与他无关。这代表宝剑四最核心的牌意：休息、疗伤、暂停、沉淀，以及从混乱中抽离。墙上挂着3把宝剑，整齐地指向下方。宝剑代表思想、压力、语言、冲突与判断。3把剑挂在墙上，表示那些曾经刺痛你的话，让你焦虑的问题，逼你做选择的压力，其实都还在。它们没有消失，只是暂时被放到一旁。这就是宝剑四最真实的地方，它不是告诉你问题不存在，而是告诉你，在精神耗尽的时候，继续硬碰硬，只会让你做出更糟的决定。石棺下方还有1把剑，平放在他的身边。这把剑像是最后保留的理智，也像是他醒来之后还要面对的人生课题。他提醒我们，休息不是永远躲起来，而是为了之后重新拿起自己的判断力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永远冲在最前面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什么时候该暂停，什么时候该让心回到自己身上。左上方的彩绘玻璃中，有一个人像是在接受祝福和安慰。这个画面很像灵魂的疗愈，也代表人在脆弱的时候，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建议，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恢复信念的空间。你可能需要独处，需要睡眠，需要远离讯息，需要暂时不回复某些人，需要把那些一直消耗你的声音关掉。宝剑四的重点不是叫你放弃，而是叫你先把自己救回来。这张牌对应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暂停的智慧。很多人把停止当成落后，把休息当成懒惰，把不回应当成冷漠，把不争辩当成输了。可是宝剑四会告诉你，有些时候你不是输在能力不够，而是输在你太累了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力、争执、焦虑、过度思考里，他的判断力会下降，情绪会变敏感，原本能好好处理的事，也会因为疲惫而变成伤害。如果你问感情，宝剑四出现时，常常代表这段关系需要冷静期，不是一定要分开，而是你们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吵下去。当彼此都很累，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，任何沉默都可能被误解。这时候最好的做法，不是逼对方立刻给答案，也不是急着证明谁对谁错，而是先让情绪降温。真正重要的问题，可以等你们都有力气好好说话时再谈。如果你问工作，宝剑四提醒你，不要把疲惫当成努力的勋章。你可能已经连续承受太多责任、讯息、期限与压力，表面上还能撑，内在却已经开始空掉。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再接更多任务，而是整理优先顺序。先停下来问自己，哪些事真的重要，哪些事只是别人的期待，哪些压力其实可以拒绝。如果你不主动安排休息，身体和情绪最后会用更激烈的方式逼你停下来。如果你问金钱，宝剑四不是大进大出的牌，而是提醒你暂时保守、观望，不要冲动决策。当你因为焦虑而投资，因为空虚而消费，因为害怕错过而做选择，很容易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压力。这张牌会建议你先暂停，先看清楚现况，先不要因为一时情绪做长期承诺。钱的问题有时候不是缺少机会，而是你需要更清醒的头脑。如果你正在低潮、失眠、焦虑、心很乱，宝剑四给你的建议很直接，先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。你可以先睡好一觉，先把手机放远，先不要看那些刺激你情绪的讯息，先把生活变简单。
不要在心最乱的时候做重大决定，不要在最累的时候否定整个人生。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恢复能量。等你的心安静下来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但宝剑四也有提醒，如果你停太久，休息就可能变成逃避。你不能永远躺在那里，不能永远说自己还没准备好，不能永远把该面对的对话往后拖。真正的休息最后一定会带你回到行动，它不是让你消失，而是让你重新站起来时，不再只是被情绪推着走，而是能清楚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里去。所以当宝剑四出现在你面前，他想对你说的是，你可以慢下来，你可以暂时不回答，你可以先照顾自己，你可以不用在每一场战争里都立刻拔剑。有时候人生最有力量的选择不是继续冲，而是先停。因为真正的休息不是放弃人生，而是让你有能力重新回到人生。总结来说，宝剑四是一张安静却很深的牌，它告诉我们，受伤之后需要疗愈，混乱之后需要沉淀，争执之后需要距离，压力之后需要恢复。当你累了，不要责怪自己不够坚强，你只是需要一段时间，把散掉的心收回来，把混乱的思绪放下来，把真正重要的声音重新听见。你最近是不是也正处在一个需要暂停休息，重新整理自己的阶段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现在的你最想从哪一件事里先安静下来？